大家好，这里是疯牛爱世界。如果你问河南哪里最出名，都会告诉你是少林寺。禅宗祖庭少林寺始建于北魏太和19年495年，是天下第一名刹，也是中国少林功夫的发源地。每个到河南旅游的人都会去少林寺看看。少林寺经过千年历史沉淀，文化底蕴深厚，是河南最热门的景点。你去了绝对不会后悔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在民国时期，河南嵩山少林寺却是另外一番景象。历史上，少林寺遭遇劫难最严重的一次，是1928年，少林寺被冯玉祥部将施有三焚毁。自此，少林寺一直没能恢复元气，直到80年代电影《少林寺》上映，少林寺才枯木逢春。据说，那场大火烧了40天，少林寺的重要建筑长经阁、天王殿、大雄宝殿等重要建筑都陷入火海之中，共烧毁296间。长经阁1400部经书和105套少林寺全谱印刷铜板也化为灰烬。不过，在此之前的1920年，一个日本人来到登封，拍摄到了已经衰落破损的少林寺。寺院里长满杂草，有些殿宇年久失修，已经坍塌，看上去一片凄凉。小编搜集了其中30多张，我们一起来看看100多年前的少林寺。老照片搜集不易，值得珍藏。1. 少林寺常住院山门。照片中是清朝末年少林寺的常住院山门，看上去十分破旧，地上有很多石块。少林寺从北魏时期开始，寺院逐渐扩大，僧徒日益增多，少林寺声名大振。少林寺建寺以来，经历了数废数兴的曲折历史。到了隋唐时期，少林寺因一段救唐王的事情而名声大噪。寺内有一块唐太宗赐少林寺主教碑，详细记述了这一段传奇故事。因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，少林寺发展成驰名中外的大佛寺，获得了天下第一名刹的称号。2. 少林寺山门匾额。少林寺山门上的这块牌匾，看上去已有些年头了，上面的字看上去斑驳又陈旧。这是康熙皇帝御题的少林寺匾额。清康熙43年1687年，康熙皇帝游览中岳嵩山时，看到少林寺山门上的匾额一直空着，于是御笔亲题少林寺3个字。3. 少林寺外墙门。这是当时的少林寺外墙门前景象，门楣上方有天中福地4个大字。天中福地门外有2通石碑，通称横林碑篓。史料记载，在宋代，少林寺僧众达到2000多人，少林寺成为佛教的重要中心和著名的学府。4. 少林寺鼓楼。这是少林寺的鼓楼，位于大雄宝殿西南侧。鼓楼始建元大德元年1297年，元代为转轮赞阁。清雍正13年1735年重修时，将赞阁改为鼓楼。鼓楼面阔3间，进深3间，4层飞檐歇山楼阁式建筑，和钟楼对称等高，同为寺内最高建筑。照片里的鼓楼看上去已经很破旧，屋檐出现了坍塌。5. 少林寺钟楼。少林寺钟楼与鼓楼对称等高，位于大雄宝殿的两侧，东面为钟楼，西面为鼓楼，两座楼均有4层。明朝时期，少林寺达到了鼎盛时期，少林僧人曾6次受到朝廷征调，少林功夫在实战中得到了检验和精进。6. 少林寺天王殿。少林寺天王殿位于山门后中轴线上，起初是作为山门，清雍正13年1735年少林寺大修时，在此殿前另建一山门，原门改称天王殿。到了清朝时期，由于战乱影响，寺内僧人逐渐减少，殿宇无人打理，少林寺开始衰落。7. 少林寺天王殿碑林。在少林寺山门和天王殿之间，山门甬道两侧有多品碑刻，人称少林寺碑林。这些都是唐宋以来的著名原始碑刻。8. 少林寺六祖殿。少林寺六祖殿也叫六祖堂，位于大雄宝殿月台西侧。该殿创建于金太和6年1206年。从照片上看，当时的六祖殿已经很衰败。金殿是1983年按原址复原设计并重建的。
9. 六祖殿内塑像，这是位于六祖殿内的观音菩萨、达摩祖师、慧可禅师像。三尊塑像惟妙惟肖，连衣服的褶皱表现的都很自然。10. 大雄宝殿。1920年，少林寺里杂草丛生的大雄宝殿。大雄宝殿原殿重建于金大定9年1169年，历代都对大雄宝殿进行过整修。1928年毁于兵火，大殿前甬道两侧生长着参天古柏。11. 大雄宝殿内佛像。少林寺大雄宝殿内的佛像看上去庄严肃穆，如今的大雄宝殿面阔3间，进深3间，是1983年按原址复原设计并重建的。12. 大雄宝殿内道具。少林寺大雄宝殿内摆放的兵器架和行列道具，刀枪剑戟18般兵器样样俱全。13. 大雄宝殿内住处。这是少林寺大雄宝殿内的住处结构，青石雕刻的神兽非常精美，代表了高超的雕刻艺术。14. 少林寺千佛殿。1928年那场大火，少林寺千佛殿是唯一幸存下来的殿宇。千佛殿也称毗卢阁，始建于明万历年间，是历代少林武僧习武的秘密场所。15. 方丈室。方丈室是少林寺方丈日常起居和理事的地方。乾隆15年，清高宗弘历由少林寺方丈室作为寝宫，所以又被称为龙庭。16. 塔林。少林寺塔林远眺。塔林其实是僧人的坟墓，位于少林寺西侧的五乳峰脚下，原有砖基塔500多座，今存232座。17. 出祖庵大殿。少林寺建筑群主要包括3部分：常住院即人们通称的少林寺、塔林、出祖庵。照片中这座坍塌的建筑就是当时的出祖庵大殿，屋顶已经不见了，只剩了山墙。18. 出祖庵面壁庵。出祖庵也叫面壁庵，始建于北宋宣和7年1125年，是宋代人为纪念少林寺出祖达摩面壁而修建的一座庵院。19. 出祖庵内塑像。少林寺出祖庵内达摩祖师的塑像，另外还有2组慧可像、3组僧璨像、4组道信像、5组弘忍像。20. 少林寺地藏堂。照片中这座建筑就是当年少林寺的地藏堂。地藏堂是地藏菩萨的祠堂，地藏菩萨在我国的影响很大，不仅少林寺有地藏堂，全国到处都有。大殿掩映在绿树丛中，看上去非常古朴。21. 少林寺甘露台。甘露台在寺院西墙外，相传为少林寺创始人拔陀译经的地方。台上有古柏2株，挺拔如铁，台下东南隅有古树数株，根如球如梁。22. 面壁洞前十方。在少林寺的后山上有一处名为面壁洞、达摩洞的地方，达摩大师曾在此洞中面壁9年。照片中这座石牌坊叫莫玄处石坊，位于面壁洞前。23. 少林寺面壁洞。这就是当时的面壁洞达摩洞前景象。1928年，石友3放火烧了少林寺，也毁坏了面壁洞的面壁石，后经寺僧重新修复，才将该石保留下来。24. 少林寺白衣殿。少林寺白衣殿又称垂普殿、观音殿，该殿创建于清初。该殿面阔5间，殿内供奉着白衣观音。白衣殿内南北墙壁上有清末绘制的武僧演武图。25. 白衣殿内塑像。少林寺白衣殿内供奉的是白衣观音像，塑像端坐在平台上，人物面部表情生动传神。26. 少林寺法堂。照片中这座建筑是少林寺法堂，看上去还十分完整。建筑掩映在松柏之间，月台前的地面上矗立着几通石碑。27. 法堂内金库。这是少林寺法堂内的金库，在靠墙壁的柜子，柜子上有很多小格子，每一小格都整齐地存放着各种经书。
28. 少林寺紧那罗殿，这是少林寺的紧那罗殿。紧那罗殿位于大雄宝殿月台东侧，坐东向西。该殿创建于元代。紧那罗王是少林寺护法神，武僧们对紧那罗王更是崇拜有加。29. 乾隆皇帝御碑亭，少林寺里乾隆皇帝御碑亭。1750年，乾隆皇帝夜宿方丈室，并亲笔题诗立碑。现在寺御碑亭内还保存着乾隆御制诗碑，碑上录上乾隆书写的唐代诗人沈家期运宿少林寺五律诗。30. 少林寺唐太宗御碑，少林寺里还有一块御碑是皇帝嵩岳少林寺碑，俗称李世民碑，刻立于唐玄宗开元16年728年。碑刻太宗文皇帝御书7个大字，系唐玄宗李隆基御书，实际是曾孙子替曾祖父立的一块碑。31. 少林寺二祖庵，二祖庵位于少林寺常住院对面的钵盂峰顶，始建于北宋时期，它是嵩山少林景区地势最高的一座古建筑。二祖庵坐北向南，原来是完整的四合院，今存殿堂应为明嘉靖44年重修留下的殿堂。32. 二祖庵内塑像，这是二祖庵内慧可禅师像。据旧志载，相传禅宗二祖慧可力血断臂后到钵盂峰顶养伤修炼，后四僧为纪念二祖庵慧可而建此庵。33. 少室山风光，嵩山包括太师山和少室山，少室山为嵩山之西峰，与太师山相望。太师山上有嵩山书院，少林寺是在嵩山脚下。写在最后，回看上世纪20年代的少林寺，寺庙破败，长满杂草，有些建筑已经消失了。探古西今，如今的少林寺重新焕发出了生机，成为了著名的旅游景点和世界范围内的佛教文化和武术交流的中心。那么，你去过河南登封少林寺吗？好了，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